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不是那个金闪闪的议员啦，今天我是窝囊废的议员啦。OK， 今天要讲的就是我这个骑兵账号啊，因为我相信多数你们看到的主播，哇，他们都是用很强的账号啊，在先锋王国有很好的装备、军器、水晶科技等等等等这些很好的东西。相信你们看这些直播啊、影片啊，应该也是很少会看到有一些主播会分享 CD 王国的一些情况。我自己平时也是放一些先锋王国的内容比较多啦，但其实我这个骑兵账号依然还在进行当中，还在运作当中。所以当然的，最近也是有不少玩家讲啊，哎呀，议员你根本都不懂这些小玩家到底是什么感受。我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账号依旧还是没有什么花钱。你们看我的城市皮肤就知道了，我连传说等级的城市皮肤都没有多少个，也就只有这3个是永久性的，剩下的可能就是试用多少天，像那个皮肤也是试用的，这个皮肤更加不可能会有。所以可能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哎呀，他自己的战力啊、击杀、阵亡啊会不会很糟糕，因为你们看到太多的那些数据啊、影片啊都是讲到很夸张的。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是正常人的情况下，你应该会有怎样的表现。因为我们平时吃太多山珍海味了，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家常菜好不好？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的水晶科技嘛，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把你的水晶科技升满啊？那其实在前不久我分享自己骑兵报告的时候，我都已经讲过了，我只是升一个兵种。那为什么我后面这些全部都开？是因为我的 KVK 已经结束了，我有很多多出来的水晶，不知道拿来升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拿去升其他的东西。但是在我还没有升其他的兵种之前呢，其实我就只有骑兵是升满的，你们看我后面的科技就知道了。这个工程车也就是我打完了皇庭之后才开始慢慢去提升了，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后面有多出来的水晶，所以我才去提升。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水晶科技是没有升满的，我最后升到的阶段就是到这里，只是升到2等级，还有这个升1等级而已。至于我的装备军器呢，应该也是给蛮多观众看过，就是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夸张啊。我大部分的装备呢，其实都是没有专属的，可能就觉醒1而已。当然你们要嘲笑我垃圾也可以啦，没有关系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这个账号几斤几两，所以我才移民去 CD 主王国，想要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一直花钱在这个游戏上面。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多数的玩家应该要这样子才对，就是你不要看到有很多大佬哦，他给你看到很多装备、军器、专属铭文，你就觉得说你应该也要这样子，你要找到自己最适合、最舒服的战斗方式去玩游戏。至于我的专属铭文呢，可能会比起一般玩家还要多，因为之前我的 KVK 一直都胜利，当然近期我的 KVK 一直在输啊，所以我就没有拿到多少的专属铭文。那我专精铭文其实也不算特别多吧，也就这几个而已，然后剩下的一些军器都是比较差一点，但是因为我玩那个游戏很久了，所以你讲我的数值提升呢，其实还可以，就相当于现在也是玩了2年左右的玩家应该会有的一些提升啊。我所谓的2年就是你有军器的时代已经2年了。那其实我的搭配其实依旧还是使用5队啊，是真的，如果有用到6队的时候我才会使用工程车，但是我的装备也没有到很好的，而且我是少了第6队的饰品啊，所以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不会带第6个队伍出去玩的。那既然我的装备军器都没有到特别好，我连水晶科技都没有氪满的情况下，我打出来的战包、重伤、阵亡还有治疗会有多少呢？那因为我们这个 KVK 是已经结束了啦，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数据也没有什么差别啦。那你们可以看到我比较起第1名的玩家是真正差了很多倍了，所以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夸张。那当然了，如果我是用另外一个账号在先锋王国打架的话，这个数据基本上我在半天之内就已经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就是差距，你们要理解不同的王国你会获得的击杀数量不一样。尽管我在线的时间可能也是跟我那个账号差不多，但你账号的能力、你王国的活跃度、你敌人的强度会影响到你可以获得多少的击杀。所以我相信我这个程度一般玩家呀，还是可以
以达到的不算特别多吧，不过我还是可以排进前100名的位置。不过后来应该是有一些玩家他们还有在继续战斗，所以我这个排名掉了，原本是排在第41名的。阵亡方面我就没有阵亡很多因为我相信多数的玩家应该也没有这么高的战力可以去阵亡自己的部队，我反而在这场 KVK 中提升了一点点战力。至于质量方面呢，是比起我的击杀还要更少的，所以很多玩家就会问我，议员你用全骑兵的账号，你会不会战损比很糟糕？因为大家的思想就觉得说骑兵有很多队伍都已经不能使用啊，就比方说像项羽啊、司机啊、贝利就是一个废物啊，威廉也是一直想要被淘汰的统帅之类等等。那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表现还可以啊，没有到亏的阶段但至少是比起我之前用在先锋王国的那个账号还要好很多。因为你在那个先锋王国的强度呢会不一样，对方他的装备军器有可能比你更加好，尽管你已经很好了，可能人家比你更加好，水晶科技都是满的情况下，但是我在 CD 主王国不一定每个玩家都会去做好自己的装备军器，会刻满水晶，所以你至少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击杀。那当然有人会讲，哎呀你是不是拉扯什么之类的，这个你们去看我直播吧，我那时战斗的画面全部都有直播下来，是很少拉扯的啦，基本上都是我在追别人。我觉得你想要知道自己能够赚多少呢，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队伍的战斗方式。像我会比较喜欢玩我这个账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使用全部都是骑兵嘛，你操控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流畅一点。因为我在之前用98那个账号的时候，我一直在抱怨说，哎呀那个队伍很慢啊，步兵很慢啊，工兵很慢啊，不然就是骑兵太快了。像我这个账号全部都是使用骑兵，它的队伍的速度基本上都是很接近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在操作上面呢会感觉那个手感会比较好一点。当有人追击我的时候我可以逃跑，当我要去追击敌人的时候我又可以去追击到。那这边我是顺便分享一下我在这么多的骑兵里面哪一个表现到最好。其实在这一场 KVK 表现到最好的就是霍去病我知道有一些玩家讲霍去病在我的报告里面已经是最糟糕的，但是我这个是全骑兵的账号，跟你们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啦。而且我在这一场 KVK 多数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在追击敌人，然后霍去病他技能释放的速度又快，跑的那个速度也是很快，还有包括司机他这一次 KVK 的表现也是在我的报告里面排行第2最好的。因为司机我是拿来搭配威廉这两个搭配在一起速度也是算蛮快的，所以霍去病跟司机的报告才会特别比较好。但我相信如果我这个 KVK 比较长的时间都是站着打架的话，阿卡琉斯的报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包括这些 KVK 剧本里面的一些特色啊，像我之前战斗的时候我是使用波塞冬的，那波塞冬它是有一个让敌人或者是让自己的速度减慢的部分，但刚好我是使用骑兵，所以我自己身上有一些优势啦。不过关于这个特洛伊战歌的部分呢，之后我会专门做一个影片讲一下这个剧本到底有什么优缺点。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觉得说真的很需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去了解你自己的账号，你只有更了解自己的账号之后才会打出更好的成绩。那其实我这一次的成绩算是比较好了，因为这一次我 KVK 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想要去测试那几个连击伤害统帅，就包括江汉赞、阿卡琉斯还有大卫。所以这一次 KVK 其实我会比较活跃一点也是买了少量的水晶科技，就比方说像水晶的月卡，在水晶工厂那边你们可以看到有 50% 的提升，然后也是有买了水晶征途这个礼包。弹窗的话我记得只是买1-2个而已，然后什么征服之姿戎马关山那些我是全部没有买。但是这个赛季我是一直不断的天天在打野蛮人城寨，拿到更加多的水晶。所以还是那句啦，如果你们不想要花更多钱的话，你至少要勤劳一点去拿到更加多的水晶。所以基本上我在皇庭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可以派出6个队伍了，不过其实我用到6个队伍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我的基本队伍搭配呢其实只有5队而已，第6个部队还是远程但是我自己的 KVK 其实比较少用到远程有时候我就拿第6个部队拿去加入集结或驻防而已。那当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一次的 KVK 敌人比较弱的关系，所以你才拿到比较好的战损比？其实也不算是啦，因为我这个骑兵账号一直以来的战损比呢都算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看到之前的战损比也是差不多1比 1.5 左右，也是赚的。因为我会去控制自己的那个击杀，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战报太亏啊。还有就是我在 CD 主王国的时候，我发现到玩家都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当他自己的画面被人家锁定
面变成红色的时候，总会想要一直往回拉。所以我自己的战斗方式呢，一般就是看到有敌人他是白色的状态下，我就跑去点他，一直不断的去换敌人点选，点了这个再点这个，一方面是保证自己的怒气不要断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要吓退敌人，当那些敌人看到画面变红之后，他会有意识的往后拉。所以我比较起其他的玩家，可能打架会比较凶悍一点啊，就是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如果对方包围我了之后，我也不会说一直想要逃跑，如果真的跑不掉的时候，我就站在原地，站在原地至少你的怒气会上升啊，你会丢出自己的主动技能给敌人。所以你们在战斗的时候也是要去了解一下敌人啊，当然这个方法用于在先锋王国跟 A 王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先锋王国跟 A 王国的玩家，他们就算看到整个画面已经有红色的闪烁警告之后，他们也不会撤退的。这个方法只适用于 CD 主王国啊，因为那些玩家是真的会担心啊，会被锁定。然后我这边所治疗用到的资源就拥有89亿，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少一点点了，因为以前的话我至少要消耗100亿到150亿左右吧，所以这一次消耗其实并不算多了，而且还可以拿到一些返还的资源，虽然很少啊，只有10%而已，但好过没有。当然我也是希望官方能够退还一些加速给我会更好啦。所以今天的影片暂时是这样子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也是顺便分享一下，不是每个主播都是你们想象中哇高高在上啊，全部什么东西都很强啊，当然也有一些弱的主播。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是让你们意识到，其实或许你的成绩你的表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糟糕，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账号的数据呢已经算是很糟糕了，毕竟很多东西都不是最强的嘛，像装备啊军器都不是最好的，我连城市皮肤超过10%以上的都没有，水晶科技也没有氪满，至少跟一些普通玩家有一些共鸣嘛，因为在这个游戏中其实占大多数的玩家都是没有花特别多钱的，甚至是没有花钱的。当然一方面也是有不少玩家好奇说，诶，我这个骑兵账号到底表现得怎么样。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